在欧洲有很多中式园林，之前我们看过法兰克福的春华园，其他城市也有，比如斯图加特的清音园，这些都是以江南园林为代表，一般都会有假山、亭子、湖泊来象征自然。去逛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本地人喜欢到这样子的园林里来，吸引人们的不仅是别有一番天地的那种造园艺术，还有跟当地的那些景观、公园强烈的对比感。那西方的园林有什么不一样？今天咱们就来看一下欧洲园林的特点。说到欧洲园林，最有代表的那就是凡尔赛宫的花园了，这也是欧洲非常重要的一个园林类型，法式园林的代表。凡尔赛宫的花园非常的大，你看这个平面图，就这些区域你可以逛半天，关键这还不是全部有这么大。看这个总平面图，很明显有一条轴线，总体是对称布局，这个轴线也是建筑轴线的延续，通过这样的关系更加强化了建筑的重要性。咱们之前讲过，这个凡尔赛宫是路易14的时候开始建的，因为当时巴黎太乱了，就把首都从巴黎迁到了凡尔赛，整个宫殿和花园也建了很久。这之前，这个区域是路易13打猎的地方，基本就是森林、沼泽、湖泊，还有一些荒地。路易14时期就请了很多景观设计师来进行改造，逐渐成了现在的样子。整个花园非常有秩序，看不到边了。路要么是直线，要么是圆形或者圆弧形，基本上是没有随意布局的道路，整体是对称的，但是每个区块的花园都有自己的主题。比方说这个是心形，这个是六边形的喷泉，在这里内部还有一个带有轴线的花园。细节上，所有的树都被修理得整整齐齐，跟理过发一样。严格的秩序，轴线上有大的花坛、湖泊，而两边又有各自不同主题的花园，再加上整个花园的面积非常大。建造完之后，当时欧洲其他地方的贵族哪见过这种阵仗，于是就纷纷开始模仿建造，整个凡尔赛宫的影响就几乎波及到了欧洲。而这种轴线秩序、花草树木修剪、布局成几何形，也成为了法式园林的特征之一。不仅是凡尔赛宫，这种布局方式同样也存在于我们之前提到的维也纳的美泉宫，这也是仅次于凡尔赛宫的欧洲第二大宫殿。不同的是，它的最高点在凯旋门处，可以和宫殿形成对景，其他手法几乎一样，轴线还有各种平面几何图案。通过这样的方式，当你站在最高点的时候，就能营造出一种比较恢宏的气势。前面几个规模都比较大，那你说小一点的面积能不能也这样做？当然可以。比如说德国维尔茨堡的维尔茨堡宫，维尔茨堡宫是维尔茨堡亲王主教的宫殿，就是曾经当地君主的房子。当时的亲王主教看了旁边两个邻居，一个有凡尔赛宫，一个有美泉宫，那怎么说自己的地方也要翻新一下，于是就开始建设维尔茨堡宫，里面也非常的华丽。但今天咱们主要来看这个花园，就这个花园的面积来说，跟前面两个相比确实是小了一点，但是该有的都有，有轴线，有平面图案，还有绿荫廊道。这个花园是围绕着建筑布置的，你看南侧这个长方形有非常明显的轴线关系，中间是喷泉。东侧这个花园虽然形状不一样，但也是轴线对称的关系。两边的楼梯通到城墙上方，这里还有一个大的露台。这个花园的尺度更适合茶余饭后来这里散散步、聊聊天。说到这里，可能大家有两个疑问，一个是这个花园老是宫廷的，有没有纯粹一点的花园？另外一个，这个风格老是法式啊，有没有其他的类型？法式之前是什么？那法式之后或者同时期还有什么风格？
那接下去呢，我们就到德国卡塞尔的威廉高地公园去看一看。这个相对来说就是一个比较纯粹的圣地公园，开始修建于1696年，在之后的100-200年时间里，也一步一步得到了更新和扩展。这个公园最大的特点就是建在山上，轴线也非常明显。从地形的角度来说，这个是属于台地花园了。这个跟之前说的法式主要在平面上进行设计布置有很大的区别。其实在法式园林之前还有一个意式园林，这个意式园林听名字就知道是意大利的园林，主流的说法是发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花园，源头的话就追溯到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它的特点呢，就是用树木灌木通过修剪之后来进行几何的划分，然后再配上各种水景雕塑，可以理解成缩小版的法式园林。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台地花园，或者叫梯田花园，因为罗马多山，也被称为七丘之城，主要是在坡地上对花园进行设计，久而久之，一些坡地的设计手法就开始被广泛运用，而这个威廉高地就有那么点意式的味道。他一开始的主要设计者也是个意大利建筑师，最具标志性的就是那个大的瀑布，瀑布的上方是一个城堡，城堡上方有一个大力神的雕像。虽然说这里有台地景观的味道，但是整体而言，整个花园还是以法式那种严谨轴线为主。再后来，新的统治者威廉9世伯爵在1785年上任，他就觉得这个稍微有点乏味啊，所以对这个花园，尤其是瀑布下面这块相对平整的区域进行了重新设计和修建，由法式转为英式园林。那这个英式园林又是怎么回事？简单来说，法式园林是比较严谨对称轴线，而这个英式园林呢，就偏向于自然。同样的一块场地，英式园林基本上就是草坪，然后有几棵树，有的有河流，有的旁边可能再造一个小房子，更加趋于自然。所以说威廉高地的上半部分用紧绷来形容的话，那么下半部分相对就比较松弛，它有一个个小景点，而且这个路也是蜿蜒小路，人们在更加自然的环境中散步。所以在威廉高地，意法英3种园林样式几乎都能找得到。我们来总结一下，欧洲园林非常有代表性的法式园林之前是意式园林，有一定的轴线，灌木修剪成规则的图案，还有一些台地景观，整体规模比较小。法式园林就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而来，粗看的话就像是放大版的意式园林，但法式园林更加强调轴线，建筑是整个场地的绝对主体，树木都种成直线，并且经过精心的修剪。可能这样的景观太规则太拘束，在这之后更加强调自然田园风光的英式园林发展了起来，大草坪湖泊还有一些建筑小品。不过法式园林它更加讲究秩序严谨，甚至有点强迫症的这种风格，场地营造出来非常有气势，所以很多著名的景点尤其是宫殿都是以法式园林为主。但在19世纪之后，更加趋近于自然的英国风景园林逐渐取代了相对严肃又富丽堂皇的法式园林，成为欧洲园林的主体。整个过程是从意式园林再到法式园林再到英式园林，当然细分的话也有德式的荷兰式的，但基本上都是从英式法式延伸而来。那么对于更加有秩序感的花园和更加亲近于自然的花园，你会更喜欢哪一个呢？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下期再见。